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婚介所，我是丽姐，咱又碰面啦。感谢各位愿意来听我讲相亲故事，要是觉得故事精彩，就给丽姐打赏点，让我能喝口好茶，那丽姐我就更有劲儿给大伙讲更多好玩的事儿喽。哎呦喂，今天丽姐要给大家说一个能把我气到直跺脚的故事。真的是，我都服了现在这帮大龄剩女了，一个个要求那叫一个比天高。碰到条件好点的就挑三拣四，这不行那不行。碰到条件稍微差点的呢，就开始怨天尤人，觉得自己屈才了。最后闹出来的那些笑话，我这个当红娘的看着都替他们着急。来，丽姐先和大家唠唠这位女主角小陈。她今年32岁，在广州某银行上班，月薪2万出头。你们别看她年纪不算小了，可那要求啊，真的是一点都不含糊。啧，大伙且听丽姐我细细道来。首先呢，她要求对方必须是广州本地人，而且得有房有车。这房子还不能是那种偏远地段的小房子，怎么着也得是市区里的。年收入呢，得在税后50万以上。这还不算完，学历也得是985或211毕业的，毕竟她觉得这样的学历才跟她匹配。身高得180以上，她说这样走在一块儿才有安全感。长相嘛，得是帅气阳光型的，看着赏心悦目，最绝的是啥呢？他还要求对方家里只能有一个孩子，为啥呢？他觉得要是2个孩子，以后赡养老人啊，财产分配啊，肯定会有一堆麻烦事儿，会影响以后的生活质量。我当时一听就忍不住说了，小陈啊，你这要求也太高了吧，你自己也不是什么豪门千金啊，就照你这条件，这种条件的男生，人家凭啥要找一个32岁的姑娘啊？我这话说的可都是大实话，毕竟咱做红娘这么多年，啥情况没见过。结果这姑娘可绝了，眼睛一瞪，直接对我，丽姐，这年头女人要求高不是应该的吗？我这样的条件，找个这样的男生不过分吧？再说了，我这么多年在职场上摸爬滚打，积累的经验和阅历难道不值钱啊？那语气那架势，就好像他的要求那是理所当然的。哎，我当时那个气啊，差点没背过气去。但是咱做红娘的就是得有耐心，不管咋样都得好声好气的劝他。我就说，妹子，你这要求啊，看着是挺好的，但是也得实际一点啊。现在这个社会男女都不容易，大家都在努力奋斗，哪能光盯着你列的这些条件找对象啊？好吗？我这边话刚说完，他又开始了。丽姐，我觉得你这就是陈旧思想。现在都什么年代了，女人就该对自己好一点，我宁愿单着也不要将就。那表情那神态，就像他坚持的是啥真理一样。那时候我心里就想，得，你就继续单着吧。但是咱这不是有职业道德吗？虽然心里气，还是得帮他联系合适的男生。我给他找了个做金融的小伙子，人挺不错，虽然不是985毕业的，但是在花旗银行做经理，年薪40多万呢，而且人品也靠谱。周围人都夸，结果呢，就因为人家长得不是那种超级帅的，被他嫌弃了。他还说什么走在街上，要是身边的人不够帅，他觉得没面子。你说说，这叫什么事儿啊？还有个是985毕业的创业者，脑子特别灵光，能力也强，公司刚拿到融资，发展前景那是一片光明啊。我觉得这小伙子和小陈挺般配的，就安排他们见面。结果呢，小陈嫌弃人家现在还租房住，天啊！大家都知道创业哪有那么容易啊，一开始能买得起广州的房，那得是多大的家业啊，这不是故意为难人吗？就这样一个接一个的优质男士都被他挑出各种毛病，不是嫌这个学历不够硬，就是嫌那个身高差那么1-2厘米，要不就是觉得长相不符合他心中的标准，反正啊就没有一个能入得了他的眼。直到去年年底，经过她闺蜜介绍，认识了这位结婚才7天就离婚的老公。这男的乍一看表面上条件还不错，广州本地人，有车有房，长得也算周正，看着挺靠谱的。小陈一看，觉得这次总算是遇到合适的了。男方呢，对小陈也挺满意，两人接触了没多久就开始谈婚论娶了。但是吧，这里面可藏着事儿呢。小陈这边彩礼要价38万，男方为了凑齐这笔彩礼，居然偷偷去借了网贷，而且还不是小数目，听说光利息1个月就要还好几万。
这事儿男方一直瞒着小陈，直到结婚第3天，小陈在男方手机上发现了那个网贷 app， 这一查可不得了，10几个借贷平台的欠款加起来将近50万。小陈当场就炸锅了，这谁能受得了啊？自己满心欢喜的嫁人，结果嫁了个背着一屁股债的。小陈气得不行，连哭带闹的，立马就回娘家了。他哭着跟我说：“丽姐，你说这男的是不是存心骗我？要是早知道他是这种人，打死我也不会嫁给他啊。”看着他那伤心的样子，我心里也不好受。但是这事儿吧，也不能全怪男方。你想啊，小陈他自己要求那么多，彩礼要价又那么高，男方为了娶她，又实在拿不出那么多钱，没办法才铤而走险去借网贷。这事儿从一开始就埋下了隐患，能有好结果吗？现在好了，结婚证领了才7天，两个人就闹到民政局去离婚了。这事儿在我们这个圈子里传开后，可把其他相亲的男士们吓坏了。好多人都在说，这年头找个对象太难了，要求高也就算了，还要那么多彩礼，普通人真的扛不住啊。说实话，作为一个做了10多年婚恋服务的红娘，我是真心觉得现在的年轻人太着急了。结婚可不是一件小事儿，那是要跟另一个人过一辈子的，怎么能这么草率呢？应该多看看对方的人品，看看两个人合不合得来，而不是光看表面的条件。你们说是不是这个理儿？那些整天嚷嚷着要找高富帅的姑娘们，能不能现实一点啊？感情是两个人的事儿，又不是做生意，不能光看那些表面的数据啊。你得去了解对方的为人，看看他的性格、价值观是不是和你相符。要是光盯着那些物质条件，最后很可能就像小陈这样吃了大亏。就说之前还有个姑娘和小陈情况差不多，她也是年纪不小了，在一家公司做中层管理，收入也还可以。她找对象的要求是男方必须是上市公司的高管，年薪100万以上，在市中心得有一套大别墅，还得有豪车。我给她介绍了好几个，不是嫌弃人家公司规模不够大，就是觉得人家别墅的地段不够好。就这么挑来挑去，错过了好多本来有可能发展的机会。后来好不容易遇到一个各方面条件都符合她要求的，结果相处一段时间后，发现男方是个工作狂，整天忙工作，根本没时间陪她。她又不满意了，觉得自己虽然嫁进了豪门，但是过得并不幸福。还有个姑娘要求男方必须是海归，有海外名校的学历，回来还得有自己的事业，而且要精通好几门外语。我给她介绍了一个从国外名校毕业回来创业的男生，外语那是没得说，事业也在稳步发展。但是这姑娘嫌弃人家创业太忙，没时间陪她谈恋爱。她觉得自己找对象就是要找个能时刻陪着自己，浪漫又贴心的人。你看，这就是光看表面条件，不考虑实际情况，最后啥也没捞着。再说说那些因为注重内在品质，最后收获幸福的例子。有个叫小美的姑娘，她找对象就不那么看重物质条件，她觉得人品好，有上进心才是最重要的。她认识了一个在普通公司上班的男生，男生虽然工资不高，但是特别努力，为了提升自己，经常利用业余时间学习。小美和他相处下来，发现男生特别善良，对她也特别好。两个人一起努力，男生后来换了更好的工作，收入也提高了。他们结婚后，日子过得虽然平淡，但是很幸福。还有个叫小丽的姑娘，她也是不太在意男方的物质条件，更看重两个人的兴趣爱好是否相投。她通过朋友介绍，认识了一个喜欢户外运动的男生，两个人第一次见面，就聊起了户外运动，越聊越投机。后来他们经常一起去爬山、露营，感情越来越好。虽然男生的收入和家庭条件都很普通，但是他们在一起很开心，现在也准备结婚了。所以啊，姑娘们找对象真的要把眼光放长远一点，不要只盯着眼前的那些物质条件。人品、性格、兴趣爱好这些，才是决定两个人能不能长久走下去的关键。最后呢，这位小陈现在又回到了相亲市场，但是因为这次的事情闹得沸沸扬扬的，很多男士都对他有看法，都说这样的女生还是敬而远之吧。要求那么多，万一又闹出什么事情来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。小陈现在也挺后悔的，但是后悔又有什么用呢？事情已经发生了。
哎，丽姐，我今天说这个故事，就是想告诉大家，择偶要现实一点，不要好高骛远。特别是那些年纪也不小了还挑三拣四的姑娘们，真的要好好想想，到底是找个完美的人，还是找个合适的人？要求高没问题，但是你也得自己先努力提升自己啊。你自己都配不上你的要求，凭什么要求别人达到你的标准呢？就像你要找一个年薪50万的，那你自己也得有能和对方匹配的能力和价值啊。再给大家讲讲另外一些类似的情况吧。有个叫小妍的姑娘，33岁，在一家广告公司做创意总监，收入也挺可观。她找对象的要求那也是相当苛刻，男方必须是艺术行业的知名人士，要有自己的工作室，年收入得80万以上，还得懂时尚，会生活，能陪她出入各种高端艺术场合。我给她介绍了一个在艺术圈小有名气的画家，有自己的工作室，收入也能达到她的要求。但是小妍嫌弃人家画家生活太随性，穿着打扮不够精致，觉得和自己的时尚品味不搭。后来又给她介绍了一个做艺术策展的，虽然各方面条件都符合，但是因为工作太忙，不能经常陪她，她又不满意了，就这么一直挑，到现在还是单身。还有个叫思瑶的姑娘，31岁，在一家互联网公司上班，她要求男方必须是985院校毕业的硕士，在互联网大厂工作，年薪60万以上，身高185以上，长相要像明星一样帅气。我给他介绍了一个在大厂做技术的男生，学历、工作、收入都符合他的要求，身高也有183。但是思瑶嫌弃人家身高差了2厘米，而且觉得对方不够浪漫，不会制造惊喜，就这么错过了一个可能合适的人。这些姑娘们啊，其实自身条件都不差，但是就是因为要求太苛刻，忽略了感情中最重要的东西。找对象不是去商场挑商品，不能只看那些外在的标签，你得去了解对方的内心，看看两个人能不能在生活中相互扶持，相互理解。再说说那些能够调整心态，最终收获幸福的例子。有个叫月月的姑娘，34岁，之前找对象也是要求特别高，后来她意识到自己的问题，开始调整心态。她不再只看重对方的学历和收入，而是更注重两个人在一起的感觉。后来经人介绍，她认识了一个在传统行业工作的男生，虽然工资不高，但是人很踏实，对她也特别好。两个人相处下来，发现彼此很合拍，现在已经结婚了，生活得很幸福。还有个叫曼曼的姑娘，35岁，之前一直想找一个能和自己在事业上并驾齐驱的伴侣，但是相亲多次都没有遇到合适的。后来她改变了想法，觉得找一个能理解自己、支持自己的人更重要。一次偶然的机会，她认识了一个从事教育工作的男生。男生虽然收入没有她高，但是很欣赏她的能力，在她工作压力大的时候会给她鼓励和支持。曼曼也看到了男生的善良和责任心，两个人走到了一起。现在他们感情越来越好，曼曼在事业上也发展得更顺利了。所以啊，姑娘们，找对象真的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调整心态，不要被那些不切实际的要求束缚住，要学会发现身边人的闪光点。婚姻是一辈子的大事，需要我们用心去经营，用正确的心态去面对。回到小陈这件事上，他现在也在反思自己。经过这次失败的婚姻，他终于明白，找对象不能只看表面条件，更要注重对方的人品和实际情况。他希望我再帮他介绍合适的对象。这次他的要求已经降低了很多，更看重对方的内在品质了。我也希望他这次能吸取教训，找到真正适合自己的人。丽姐，我做红娘这么多年，见过太多因为择偶标准不切实际而导致的悲剧。希望大家能从这些故事中吸取教训，在相亲的路上少走弯路。比如说有个叫玲玲的姑娘，29岁，长相甜美，性格也开朗。她找对象没什么特别高的物质要求，就是希望对方能有共同的兴趣爱好。有一次我给她介绍了一个男生，两个人约在咖啡店见面。男生各方面条件都还不错，也很有诚意，但是在聊天过程中，男生可能因为紧张，说话有点结巴。玲玲就因为这个小细节，心里对男生的印象大打折扣，觉得他不够自信。后来男生约她再见面，她就找各种理由拒绝了，
其实啊，这个男生除了说话有点结巴，其他方面都挺优秀的，而且后来通过锻炼，说话也越来越流利了。但是就因为玲玲的这一点偏见，两个人错过了可能发展的机会。好啦，今天丽姐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啦，希望大家都能从这些故事中有所收获，在相亲的道路上顺顺利利，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。记得点赞关注哦，咱们下次接着聊更多有趣的相亲故事，拜拜。